男朋友突然告知我他爸不喜欢我，接着我们便断崖式分手。而我在喝醉后竟跑去求复合，没想到早上醒来却发现身边躺着他爹，地上还有一条丝袜和几个撕烂的包装袋。那男人睁开眼，如审犯人般看着我，冷冷问道：还记得昨晚自己说什么吗？我脑袋一片混沌，茫然地问：我说什么了？他缓缓吐出几个字：你说子债父偿，天经地义。我瞬间愣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早上我被一阵电话声吵醒，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：李瑶瑶，你有病吧？一晚上给我打108个电话。我带着哭腔说：陆怀川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他却斩钉截铁地说：李瑶瑶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爸不喜欢你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不会再回头了。我急切地哀求：我哪里不好？我改行不行？改到你爸满意为止。你知道我离不开你的。他无奈地回答：可我对你没感觉了。没感觉了，那要怎样才能重新有感觉呢？我忍不住掩面哭泣，却摸到8块腹肌，低沉的嗓音从身下传来：要跟他复合，你先从我身上下去，更有说服力吧。我这才发现自己压在一个英俊男人身上，大脑瞬间死机，还没反应过来这个男人是谁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那头又传来陆怀川的声音：爸。我身下的男人竟是他爸。我瞬间酒醒，一秒掐断电话，心里一阵慌乱。他盯着我，冷冷地说：还不下来？我赶紧回答：好的，叔叔。好歹是第一次见男朋友的爸爸，我想尽量表现得乖巧些，可想到自己衣服都没穿，又泄了气。他调侃道：现在知道乖了，昨晚咬人的时候可没这么乖。我直接被吓懵，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，整个过程他都在盯着我，极有耐心地等我穿好。穿好衣服后，他问我：你是陆怀川女朋友？我纠正道：前女友。他又问：还记得昨晚的事吗？我羞愧地摇摇头，忘了。我规规矩矩站在床边，像个被班主任训的小学生。他沉吟片刻，问：打算怎么处理？我茫然地说：不知道。天塌了呀！我昨晚听说陆怀川爸爸病了，本想献殷勤去看看，顺便让他劝劝儿子别跟我分，谁知道会捅出这么大篓子。我赶紧说：那个叔叔，你好好养病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他瞟了我一眼，总结道：懂了，不想负责。我连忙低下头，低声说：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错了。他站起来，慢条斯理地穿衣服，虽然背对着我，但那背部的线条还是让我面红耳赤。他让司机送我回去，说自己1个小时后的飞机，有点来不及。我赶紧收回目光，刚要走，却瞟到垃圾桶里那几个撕烂的包装袋。为了消灭证据，我火速提起垃圾袋想开溜，一拉开门就撞到了陆怀川。他闯进来时，我满脸通红，他爹正在穿皮带。我瞬间手脚冰冷，后背冒汗，原来被人捉奸是这种感觉。我脑子飞速转动，说：听说你爸生病了，我来看看。陆怀川转过头看他爸，问：爸，他真是来看你的，还是来烦你的？他爸笑着说：看了也烦了。陆怀川很生气，说：李瑶瑶，知道你这段时间很难受，但是分手了再去别人家里闹真的让人很反感。我连忙说：知道了，要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刚要走，他又叫住我：等等，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我赶紧把垃圾袋往身后藏了藏。他又是一脸头疼的样子，说：李瑶瑶，你不用来看我爸，又给我爸倒垃圾，各种献殷勤，其实都没用。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是很抱歉，你要是再漂亮一点就好了。我顿时怒火中烧，提起手里的垃圾袋就扣他头上，骂道：垃圾袋都没你能装，我来这就是找你分手的，分手原因是你不行。陆怀川一秒破防，问：谁不行了？说清楚。我没好气地说：狗。然后转身就走。不对，这个垃圾里面怎么有套？还是3个？心里咯噔一下，终究还是事情败露了吗？他爸扣完衬衣最后一颗扣子，瞥了他一眼，说：怎么了？又说：你还是先处理你自己的事，再来闹一次，我可吃不消。吃不消，我听得心尖一颤，赶紧关上门溜了。回到出租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陆怀川的一切都删了，然后把他送的东西全同城快递给他。做完这些，我突然觉得小腹隐隐作痛，找闺蜜佳佳陪我去医院急诊。检查结果显示下面有轻微撕裂，黄体轻微破裂。佳佳站在病床边都惊呆了，说：我靠，这么激烈，你俩和好了？我无奈地说：没有。他又说：不是，李瑶瑶，我都不好说你，恋爱脑要不得，他把你朋友圈屏蔽了吧？他昨晚就跟那个狐狸精官宣了。说着，他掏出手机给我看陆怀川和一个学妹的贴胸比心照片。我有点震惊，那个学妹之前帮我和陆怀川拍过情侣照，后来加了好友，偶尔一起打游戏。我没想到他俩还有联系，甚至陆怀川跟我分手没2天官宣的新女友就是他。我感觉自己这段时间拼命找自己原因，然后去求复合的自己就像个笑话。正在这时，急诊医生进来了，是一个年轻的男医生。他进来时扶了扶眼镜，像是被我们的话震惊到了。他叮嘱道：没什么忌口的，注意清洁，1个月内不能同房。理解你们年轻人火气旺，但以后跟男朋友也不能为了追求刺激行为过激。行为过激，
我的脸都红透了。我真想不起来昨晚怎么过激了。男医生走后，佳佳追问我情况，我无奈地说，所以你去找你前男友复合，把前男友爹给睡了。我喝多了，断片了。李瑶瑶，我真的深刻怀疑，你不是单纯因为喝酒而迷糊，而是被某些事情给弄得懵懵懂懂的。谁家的老男人一晚上能用到3个这样的东西啊？我真的是被你给气到了，忍不住大声说道，闭嘴吧他。接着又有一个问题浮上心头，他的妈妈呢？难道我这是要变成小三了？完了，我真的是怕了。人真的不能在喝酒之后还吃花生米，不然真的会做出一些让人懊悔的事情。在医院挂完水，回到出租屋，远远的就看到陆怀川站在楼下抽烟，他皱着眉头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他看到我后说道，李瑶瑶就这么喜欢我吗？分手了还给我寄礼物？别寄了，我女朋友会不高兴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，那你把礼物送你女朋友，她不就高兴了？我真的觉得她有病，谁给她寄礼物了？我记得不过是她之前送我的一些垃圾，只是想还回去而已。我现在浑身不舒服，根本不想理她。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他见佳佳在我身边，压低声音问我，你今早说那话什么意思？佳佳在旁边笑得不行，然后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，你不行。他瞬间有些气急败坏，说道，李瑶瑶，你看看你什么眼光，交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闺蜜。我也毫不示弱的回对道，我眼光确实不行，才交到你这个王八蛋。他很震惊，然后生气的把一个纸袋扔给我，说道，我爸让我给你的，说你掉我家的，丢三落四，你这样我爸只会更不喜欢你。我一句话都不想说了。他瞟到我手上医院装药的袋子，又有些得意，说道，你生病了，因为跟我分手难过到需要去住院。瑶瑶，看在我们谈了3年的份上，你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可以补偿你。我真的恨手上没拿一把刀，心里想着怎么没捅死他，然后说道，我骂完后我就和佳佳上了楼。上楼打开纸袋一看，里面是一条猫尾巴道具和一张银行卡，银行卡里竟然有20万，社死了。昨晚我为了求复合，特意穿了性感丝袜，想着看完他爸后带着猫尾巴一举把陆怀川拿下，然后复合。人在卑微的时候真的是脸都不要了。20万啊，他爸爸不是想让我进去，就是对我有意思，可我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。他不想包养我，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？一来就20万，会不会是他儿子甩了我对我的补偿？分手那天，陆怀川给我点了一杯蜜雪冰城，上面还备注着宝宝晨退了一退就是一辈子。真的是无语。虽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现在看来，他爸爸多半是把我当成那种随便的人了，还穿成那样，真是自讨苦吃。想到这里，我在美团买了一盒药，虽然有措施，但我还是怕有意外，万一真生个小孩叫前男友哥哥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思来想去睡不着，想着还是把钱还回去，于是又加了陆怀川的微信。我问道，陆怀川能把你爸的微信给我一个吗？他回复道，不能，我爸不接受任何讨好，你说服不了他的。叹了口气，说道，爱你就这么喜欢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但我有女朋友了。然后我还是把陆怀川删了，要不是吃了药，我真以为自己怀上了，要不然怎么看到他的消息都想吐。算了，睡吧，牛马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我今年大4了，在一家公司实习。我睡着后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男人问我是不是第一次，说那家这么紧，放松点会好受些。一转头，陆怀川一张狰狞的脸又在逼问我，你说的不行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被吓醒的，怎么会做那样的梦？更恐怖的是，主管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到公司。完了，我连滚带爬赶到公司的时候，会议都进行了半小时了。主管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我的工作就是端茶倒水，打印资料，点外卖，当受气筒。我赶紧走进会议室，我这小爪子嗖的一下就缩到后面去了。那就好，你出去吧，没事了。老板那表情明显挺诧异，让你出去就赶紧出去啊，杵在这干啥呢？他催促道。我乖乖的把检讨书整整齐齐的放在陆景生面前，然后撒腿就跑了。砰的一关，办公室里就传来老板的声音，陆景生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看上我们家实习生了？我当时那叫一个吓一跳，赶紧把门关紧。我赶紧把今天这倒霉事儿给佳佳发过去。佳佳回我，你是说陆怀川他爹在相亲呢？那你可算安全了，他爹都离婚了，你肯定不是小三了。可能是吧。我回道，叔叔帅不帅啊？佳佳这关注点真够奇特的。帅。我无奈的答。那你确定不打算当前男友后妈呀？想想就超带劲呢。佳佳这话说的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哎呀，别闹了。后来这一整天啊，陆景生那身影就跟个魔咒似的，一直在我脑子里转，主要是第一次见他穿上西装那模样，那气场严肃又内敛，喉结那叫一个突出，手指那叫一个修长性感。Stop， 我在想啥呢？我赶紧在心里给自己敲警钟。
像他这种久经商场的老狐狸，可精明着呢。我纠结着那个银行卡到底还不还给他，总觉得自己离吃牢饭不远了。第二天上班，我特意把银行卡带上，准备找个机会还给他。结果接下来这一周，我在公司压根就没再见到过陆景生。我去给老板送外卖的时候，忍不住问老板：“你问他干啥呢？看上陆总了？”没有。老板白了我一眼。我真的是服了，那天闯了祸，就怕影响公司跟他的合作项目。我就说你们小姑娘吧，一个个看到个大帅哥就走不动道了，等着吧。老板神秘兮兮地说。我都不知道他说的等着到底是啥意思。结果他当着我的面就拨通了陆景生的电话。别挂啊，你啥时候来谈合作呀？我们公司实习生想见你呢。老板说道。我在旁边那个尴尬，一个老板怎么能这么不正经呢？老板，我忍不住喊，不用谢我，出去吧。老板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真的是要被他气死了。回到工位上，忐忑不安地等着。陆景生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才来。下班的时候，老板带着他来到我的工位。大家辛苦了，今晚陆总请客哈。老板说道。所有人都必须去啊。老板都发话了，谁敢不去啊？都乖乖地跟着去了。吃饭的地方是个居酒屋，大家都去敬酒。我每次偷偷看陆景生，他都在那喝呢，一张脸越喝越白。我心里直嘀咕，这是喝了多少呀？我可不敢再喝了，就借口出去上厕所，顺便偷偷刷起抖音来。估摸着大家差不多快结束了，往回走，刚一转角就砰地撞进一个人怀里。陆总，我那声音都有点颤抖。今天找我啥事呀？他问道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赶紧把银行卡掏出来。这个还给你。我说道。他没接，就那么盯着我。还痛不痛呀？他突然说道。我听陆怀川说你回去就去医院了。我这脸啊，瞬间就跟熟透的苹果似的，红的不行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，不痛了，我去医院是因为别的毛病了。不痛吗？可你之前哭得可久了。他这话一出口，我简直要抓狂。他是想让我当场去世吗？我在心里哀嚎，这个我不要了。我把银行卡硬塞到他手里，转身就想溜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包间没开灯，我被个啥东西一绊，直接就摔进他怀里了。他条件反射般搂住了我的腰，这距离近的我都能清楚听到他的心跳声。我的呼吸瞬间就乱了套。叔叔，小心！我嘴里嘟囔着，一抬头，嘿，这不巧了吗？居然亲到他嘴唇了。他的手还在我腰上呢，我尴尬的不行。叔叔，你喝醉了。他收回了手，一双漆黑的眸子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我。赶紧自己一溜烟跑出了包间。身后传来我老板的叫声，李瑶瑶，李瑶瑶。我撒腿就跑得更快了。回到座位，大家都快散场了。主管让我去安排车，陆景生和老板一起出来了。老板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有啥问题就问。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啥？喜欢钱呗。他不要，不要就是给少了呗。谁啊？我看你也是铁树开花了。老板瞬间眉开眼笑，一瞟到副驾驶的我，李瑶瑶，你跟陆总说，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啥？说的好奖励你。老板这话听的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喜欢不上班。我小声说道。老板脸立马就垮下来了。说的不好吗？你不是说让我说实话的吗？陆景生在旁边忍不住笑了。我倒觉得说的挺好。好好好，李瑶瑶说得好，你等我回去想想怎么奖励你。老板这话听得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车子是公司的，送完老板再送陆景生，最后送我。老板下车后，陆景生坚持先送我回家。到了晚上，因为辅导员说明天要开班会，我得回学校住。车停在校门口，本来还在忙工作的他突然看向我，这个点能回去吗？要不我去跟你们宿管说一声。不用。我匆匆下了车，刚下车就碰到陆怀川开着跑车带着学妹，刚好在门口扫码。学妹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学姐，你怎么这个点才回学校呀？你不也这个点？我反问他，他这是想暗示啥呢？学姐，怀川要送我回寝室，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坐他车。从前拍照那会儿，这学妹可劲儿夸我和陆怀川是他见过最登对的一对呢。可如今呢，他自己却跟陆怀川搞到一起去了，这可真够有意思的。陆怀川偷偷瞟了一眼停在远处的那辆商务车，我现在确实没空管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别什么不三不四的，男人的车都赶上。现在好多开豪车的男的都是给有钱人开车的司机，专门骗你这种小姑娘。他那语气满是教训的味道。就在这气氛尴尬到极点的时候，一辆车缓缓靠了过来，车窗缓缓地移下。或许你说的那个不三不四的男人是我。那声音传来，是陆怀川的爸爸。爸！我惊讶地叫出声。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今天不是在新加坡吗？回来有点事。陆景生淡淡地说道。学妹也赶紧跑了过去，拉着陆怀川的手，羞涩地叫了一声叔叔。我其实特别担心陆景生会跟我说话，心里直打鼓，就想装作不认识他，可偏偏就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他拿出一条红色的围巾递给我。你的围巾掉车上了。我这才摸了摸脖子，才发现脖子都凉飕飕的了。赶紧道谢，谢谢。陆怀川这才反应过来，爸，
你们这是？你又去找我爸了？我去找他，也是我送他回来的，有什么问题？陆景生一脸淡定。我、陆怀川、学妹3个人面面相觑，心里都慌得不行。但这老男人就是厉害，接受质疑也就罢了，甚至都懒得解释。我赶紧解释道：你爸跟我们公司是合作关系，今晚公司聚餐，他顺路送我回来。陆怀川听完更是生气：李瑶瑶，你还真会麻烦人。这是我们公司的车，我坐我们公司的车回学校有什么问题？我什么时候麻烦你爸了？我也急了：你别狡辩了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去麻烦我爸，做人还是要有点边界感。难怪离婚的时候你爸不要你。他这话就像一把刀，直刺我心，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我不知道曾经那么相爱的2个人，分手后竟然会如此恶语相向。要知道，我爸离婚的时候没选择我，而是选择了弟弟，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。这个秘密我只跟陆怀川讲过，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对他的无条件信任会成为他伤害我的利器。纵使我再怎么没心没肺，此刻也忍不住鼻子一酸。学妹看见我们俩吵得这么凶，出来缓和气氛：怀川，分手了也是我们学姐啊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待会儿让叔叔看笑话了。他又转向陆景生：叔叔你好，我是陆怀川女朋友，我叫赵倩倩。陆景生依旧没理他，只是看了看陆怀川，又盯着我，最后打开了车门：你送你女朋友回去，我送她。爸，你为什么要送她？陆怀川着急地问道。你闭嘴！陆景生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然后让司机把车开回去。不为什么，以后不许开我的车，还有你这个月零花钱没了。爸，陆怀川还想再争辩，可我已经没心情再听了，直接往学校走去，留下他们在那里面面相觑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停下脚步，赫然发现陆景生竟然还在跟着我。我扭头道：之前的事对不起，以后我不会再跟你见面了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我又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回头却发现他还在跟着我。你怎么还跟着我？卡也还给你了，笑话你也看了，你不是要你儿子跟我分手吗？我们也分手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我几乎是带着情绪在吼。今天这一天真的让我觉得太丢脸了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颗糖。要吃糖吗？他笑着问道。我不禁疑惑，他一个总裁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么可爱的糖呢？我没说话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又笑了笑。我不太会哄人。接着他郑重地说道：刚才的事我替陆怀川向你道歉。没必要。我冷冷地回应道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让我等一会儿。然后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到宿舍门口，敲了敲宿管阿姨的门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忍不住放狠话：你做这些就是为了替他道歉吗？我死都不会原谅他的。他却只是笑着说了一句：没让你原谅他。然后又补充道：还是小孩子。谁是小孩子？我被他的话激怒了，他被我这反应逗得笑了起来。好，你不是。说完，他便站在那里看着我往寝室走去。等我进了寝室，他才转身离开。我捏着那颗糖，心中思绪万千。他为什么要替陆怀川道歉？他不是一直不喜欢我，反对我和陆怀川在一起吗？现在又是给我糖，又是跟我道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是可怜我吗？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佳佳凑了过来。看谁呢？我没好气地说：别瞎看了。他爸。佳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陆怀川他爸。下一秒，佳佳整个人都兴奋起来，一溜烟地跑下楼去。佳佳，我赶紧叫她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她冲到陆景生面前，晃了一圈又跑了回来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神情。我真社死了呀，瑶瑶，你当陆怀川后妈我同意了，又帅又年轻。你竟然说叔叔40了，叔叔绝对18，40多我推算的呀。我无奈地解释道。陆怀川22，他爹可不就得40加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光看长相我也不信。不是，你们真谈了呀？要不然他怎么送你回来？佳佳一脸八卦地问道。没有，我连忙否认。佳佳兴奋地说，不过你们这跟真谈了有啥区别？一个大总裁，又是送你回寝室，帮你找宿管，儿子都不要了，帮着你说话，还买1块钱的棒棒糖哄你，送你回寝室了还舍不得走，站在宿舍楼下抽烟，我那个恋爱脑大总裁，人家有相亲对象的。我无奈地说道。真服了，陆景生有相亲对象还跟你那样暧昧，有钱的老男人都这样吗？算了。佳佳摇了摇头。半夜，陆怀川加了我的好友，备注消息是对不起，我没有通过。他又发了一条：你不原谅我，我爸下个月的零花钱都不给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活该。又过了一个周末，我和陆怀川从以前的纯爱已经变成了纯恨。只要有同学八卦我和陆怀川以及学妹之间的纠葛，我都是一句话：别提他，恶心。没想到这句话竟然这么快就传到了陆怀川的耳朵里。他又在路上拦住了我，不是说和平分手吗？你怎么到处去诋毁我，还骂得那么脏？他满脸不悦地说道。因为脏话不说出来，我的嘴巴就脏了。我毫不示弱地回应道：李瑶瑶，那天的事我已经道歉了，我当时就是被你气得上头了，你现在还这么恨我，我严重怀疑你还放不下我。他试图解释。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因为你实在是太渺小，
且令人作呕了。他已经彻底破防了，气呼呼的转身就走。下午公司开会，叔叔今天来你们公司了吗？佳佳发了一条微信。来了，我回答道。后妈计划进行的咋样了？佳佳调侃道。服了，不怎么样。我无奈地说。下班回来一起练瑜伽呗，我刚学会了69式呢。佳佳说的其实是2个人一起练的辅助瑜伽，最近我们在家都在练这个。今晚不行，我得加班。我无奈地说。又加班？你老板真变态。拉完屎后，我匆匆回到会议室，却发现每个人看我的目光都怪怪的。等我坐下，才看到投屏上显示着我的聊天界面，我的脸瞬间就红了，这下可糟了。其实也没啥吧，5分钟我和佳佳也就聊了聊4个人而已，内容有点少儿不宜。我心里暗暗叫苦，完了，我竟然忘记我的手机在投屏了，这下得赶紧道歉。我又写了一份检讨，交上去后，老板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陆怀川是你男朋友？老板问。前男友。我低声回答。老板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沙发上的陆景生，故意提高嗓门说道：听到没有，陆怀川是她前男友。陆景生却没有理他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老板摇了摇头，又问我：那你知道陆总是你前男友的爸爸吗？知道。我回答道，心里却有些不安。知道。老板更加惊讶了，最终还是让我出去了。我走到门口，刚关上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老板的声音：陆景生，这就是你前一阵说的你儿子找的那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。怎么了？陆景生淡淡地问。你不是不同意人家在一起吗？说什么向下兼容很麻烦，劝你儿子考虑清楚，你怎么自己……后面的话我不敢再听了，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位。原来这就是陆怀川突然跟我分手的原因吗？在电梯里碰到陆景生的时候，他盯着我跟我打招呼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在包里翻了半天，翻出1块钱硬币塞到他手里。棒棒糖我拿去喂狗了，这是棒棒糖钱，还给你了。陆总慢走。然后主动出了电梯，转身离开。这几天陆景生一直待在我们公司，看样子这个项目是谈成了，天天都能碰到他，真的烦死了。老板拉了一个工作群，我和陆景生都在里面，还有几个其他对接的同事。之后我有啥事都在群里艾特陆景生。陆总，午饭想吃什么？陆总，晚饭想吃什么？陆总，这份文件需要签字。陆总，车子在门口了。陆景生也开始艾特我，要不要加个微信？老板回复道：你们俩快单独加一个，天天在群里发消息，烦死了。我无奈的只好单独加了陆景生，他的头像是一个古董茶杯，真不愧是老男人的头像。朋友圈里啥也没有，我之前还觉得他40岁太保守估计了，现在看来他起码80岁了。我心里默默给他改了个备注，比我爷还老。佳佳看到这个备注，直接笑岔气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陆景生长得比我弟还年轻呢。你弟多大？佳佳问。18岁。我回答。佳佳一脸疑惑，怎么了？你弟很特别吗？哎，我弟那家伙油腻的要死，对他女朋友那叫一个爹味十足，整天就知道回家躺着打游戏吃外卖，身上一股老年味。我无奈地说道。好吧，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佳佳说的对，陆景生这总裁当的，让我这个21岁的大学生都觉得当一天总裁起码得躺1个月才能缓过来。不行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月薪3000的我怎么能同情资本家呢？陆景生加上我之后跟我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，然后莫名其妙问了我一句：你室友睡了？啊，没呢，跟我一起看你消息呢。我随口说道，结果他就不回我消息了。在山顶温泉的商务聚会上，一群人都在劝老板和陆景生喝酒，有个公司的领导喝多了开始发疯，非要让我陪他喝一杯。老板还在内劝我多少喝一点，说那个领导喝飘了就是这样，不跟他喝他会纠缠不休。我没办法，只好端起酒杯，可谁能想到酒杯却被陆景生拿了过去。能帮我买个醒酒药吗？他轻声说道。好的，周总，25块。说完我就想抽自己一嘴巴，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说钱呢？他明明是在帮我挡酒啊。走到电梯里，我收到比我爷还老的消息，我简直惊呆了，他是真喝晕了啊，竟然多打了5个0。我把药买回来的时候，酒局已经散了，我以为陆景生也走了，还以为他在耍我呢。结果路过包间，却发现他还坐在包间的角落，灯也没开。陆总，我开了灯走过去叫他，他睁开眼看到我，有些惊讶。你回来了？我赶紧过去。你该不会在等我吧？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对不起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我也没想到买这么久。我连忙道歉。没事，站起来，跟我往外走。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。陆总，你刚才打钱给我打多了。我终于忍不住说道。我给你转回去，但是我银行卡每日限额5000，我可能得给你转很多天。我有些为难的说道。为什么躲着我？他突然问道。我心里一紧，没有啊，不是正常交流吗？其实我是在躲着他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不想跟他有太多交集。正常交流吗？他笑了笑，那笑容让我有些捉摸不透。我是在躲着你，你别问了。我终于憋不住说道。他一双眸子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看穿似的。知道了，陆总。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。我其实并不喜欢你这样叫我。
他缓缓说道：“那我教你什么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不说话了，就这样盯了我足足1分钟，最后终于收回目光。算了，小朋友开心就行。司机最后把车子停在了医院门口。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？你要去医院？我惊讶地问道。去医院干什么？我更加担心了。我可能得去急诊一趟，你回家吧，注意安全，回到家给我发个信息。他轻描淡写地说道。突然，我想到了什么。你让我出去买药，是怕我被其他人劝酒吗？他闻言愣了一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。不过既然喝不下去，还是为你挡下了那些酒。我先不回家了，我也在这儿待下吧。”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。你不回去，不怕你室友担心？他看了我几秒，脸上的表情似乎好了一些。他站在原地，定定地看了我许久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我赶忙去急诊挂号，找医生，还算顺利。不是我看病，是他。我心急如焚，指着陆景生。陆景生也在看着我，似乎没听清医生的话。求求了！我在心里默默祈祷。医生看了一眼，眼睛瞬间发亮。陆景生，我靠，你来急诊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喝多了。陆景生淡淡的回答。好家伙，两人竟然是老熟人。医生快速给陆景生挂了输液瓶，并催吐。医生说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高到接近中毒的程度。你别吓到他了。医生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女朋友啊？陆景生没有解释，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哥，知道你高冷，但这种时候你先别高冷啊。我心里着急，忍不住说道。不是，我是他工作人员。我赶紧解释道。医生恍然大悟。哦，我可不是吓人，你对自己身体可真是狠啊。你再来晚一点就完了。医生严肃地说道。好了，你出去，别在这烦。医生把我赶出了病房。他又睁开眼看看我，眼中露出一丝温柔。别怕，他吓人的，我没事。你回去吧，我可能现在需要睡一觉。不要，我不走。我坚定地说道。他看了我许久，仿佛失去了与我争辩的力气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小孩子心性。眼看陆景生脸色越来越白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打了陆怀川的电话。李瑶瑶，大晚上找我什么事？陆怀川的声音有些焦急。你来趟医院。陆怀川来得很快。我爸喝酒，你怎么不拦着点？他怒气冲冲地说道。我一时无法反驳他的话。我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你爸在休息，你出来，我们聊聊。我和陆怀川走到医院楼道间，他点了一支烟。今天谢谢你。他看着我说道。谢我什么？我疑惑地看着他。你没走，还把我爸送到医院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淡淡地说道。是你的职责，但完全也有可能因为恨我而放下我爸不管的。他顿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其实想想，你从来没做过伤害我的事，反而是我。上次你爸爸的事，我正是向你道歉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当时就是一时口出狂言。不能。我坚定地看着他。他看了我许久，直到抽完一支烟才又开口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给你点个外卖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有些疑惑。陆怀川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送你爸来医院只是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事，并不是对你有留恋。外卖我要吃自己会点。他又看了我好几眼，然后突然笑了。好好，李瑶瑶，以前是我低估你了，现在才发现好像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哦。我转身就走。喂，你就不好奇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他在我身后喊道。不好奇。我头也不回地说道。我关上门，回到病房，我直接在病房里熬了一个通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我是被医生叫醒的。小姑娘醒醒，你的口水流到病人手上了。医生无奈地说道。我睁开眼，一脸懵，就看到自己枕着陆景生的手在睡觉。我立马上头开了，心中满是尴尬。护士给陆景生扎好针，陆景生笑着看着我。睡了那么久不饿啊？我有些担心。我让人买了，一会儿送过来。困的话，你可以再睡一会儿，或者我让司机送你回家。我等你输完液就回。他已经坐起来，一边输液一边用平板处理公务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才猛然想起，完了，我忘了我今天得上班。我快疯了，站起来给老板打电话。你还上什么班？你守着陆总，这一周照顾陆总就是你的工作。老板的声音不容置疑。挂了电话，我有些纳闷。我问陆景生，你这输液要输1个星期吗？早上结束就不用了。他轻声说。不是不想上班吗？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他这是故意逗我呢，或者是想看看我的反应。别，就这样挺好，这一周我都伺候你。我赶紧说道，心里却暗自得意，1周不上班简直太爽了。陆怀川提着早餐跑了进来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陆景生看到他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昨晚就来了呀，李瑶瑶叫我来的。陆怀川无辜地说道。陆景生没再说话，面不改色地继续处理公司的事。陆怀川把早餐递给我，都是你爱吃的，趁热吃。你不知道，为了给你买这灌汤包，我早上5点就去排队了。陆怀川说道，然后又把一份早餐递给陆景生。对了爸，这是你的。陆景生看了看陆怀川，又看了看我，一直都很沉默。
陆怀川去厕所洗水果的时候，我正在吃早餐。陆景生轻飘飘的来了一句：“复合了。”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。没有，我赶紧否认。他依旧在处理公司的事，漫不经心的说道：“那需要我把他赶走吗？”我心里一阵无语，这家伙怎么还这样？理论上现在对你来说是上班时间，不能因为外界因素耽误工作。我说道。陆景生就让他赶紧滚。陆怀川有些摸不着头脑：“爸，那行我回学校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不要欺负瑶瑶，她其实挺乖的。”陆景生说道。陆景生没了耐心：“还不走？零花钱不想要了。”陆怀川一听，立马一个脸。陆景生真是万恶的资本家，在医院挂水还不忘压榨我，教我怎么做汇报。汇报的时候重点写什么？等我搞完这些，他又让我去楼下打印东西。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六亲不认。我刚走出去，就碰到陆怀川在护士站跟他爸的急诊医生聊天。他怎么还没走？我心里纳闷。李叔叔，我爸病得不严重吧？陆怀川问道。李叔叔，我心中涌起一股疑惑，他们俩又认识？哦，原来陆景生认识这个李医生，陆怀川认识也不奇怪了。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在讨论陆景生的病情。我路过，瑶瑶。陆怀川叫住我。干什么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没什么。陆怀川尴尬地笑了笑。等我打印回来，他们还在聊，那个李瑶瑶是你女朋友？李医生问道。对啊，李叔叔是不是觉得她傻傻的还挺可爱的？陆怀川笑着说道。我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。李医生犹豫了一会儿开口。陆怀川，是你女朋友李叔叔就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了，别学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姿势，运动适量，哪有把女朋友欺负到医院看急诊的？看急诊，你作为男朋友还不来，太渣了呀！陆怀川愣在那里。李叔叔，看急诊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女朋友上个月因为你干的好事来看急诊了。我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怒火。上个月哪天啊？陆怀川又问道。当医生就是这么泄露病人隐私的吗？我生气地说道。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顺着声音看过去是陆景生，他正站在不远处，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。我的天，又他了一次。由于陆景生及时的打断，我暂时算是摆脱了那尴尬的局面。然而这个问题却如同一颗定时炸弹，始终存在着。李瑶瑶，你出来，我有事要问你。陆景生以我们马上要开视频会议为由，将陆怀川赶走了。那位医生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想要过来向我道歉，却也被陆景生赶跑了。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？他盯着我，眼中透露出一丝关切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我也是回去才发现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笑着叹了一口气，怪我太久没有。我那天晚上有点失控，我在心里暗暗叫苦，根本不想跟他讨论这些私密的事情。在我面前不用害羞，身体方面的问题需要重视。你害羞的话，我请一个家庭女医生给你看看。他说道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摆手，不用，已经好了。实际上我并没有去复查，但确实感觉已经不痛了。他不再多说什么，而是问道：你有喜欢的包包或者首饰吗？听说你们女生就喜欢这些。我一脸疑惑，什么意思？陆总要送我吗？他点了点头。那好啊，我挺喜欢那个白房子的。我随口说道。可以，我让助理查查。他说道。我心里却犯嘀咕，他查完肯定得回来骂我两句，说我拜金。输液结束后，老板来了，老板说要请我吃一顿晚饭，算是感谢我昨晚在医院照顾陆总。我本不想去，但老板缠人得很，非要我去。老板说要吃清淡一点，所以选择了一个广州菜餐厅。下车的时候外面有点冷，老板接电话让我和陆景生先进去。陆景生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还是把外套递给我。女孩子不要着凉，不好。递给我后，他又绅士地退到一边。我的确冷得瑟瑟发抖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勉强把外套搭在身上。然而走到餐厅门口的那一刻，我踉跄了一下。老板能不能换一家？我忍不住说道。这家馆子小，味道正宗，你们小孩子懂什么？快进去。老板说道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和陆景生往里走，但越是害怕什么，就越会发生什么。一进去我就看到了我妈。你们几位？我妈问道。李瑶瑶。我妈一抬头看到是我，立马瞟了一眼我身边的陆景生，然后迅速给出了一个结论：瑶瑶，这就是你男朋友陆怀川吧？哎呀，果然长得一表人才。我是李瑶瑶妈妈，我们之前打过好几次电话。我妈热情地说道。我被我妈这惊为天人的结论搞得差点当场晕倒。妈，他不是陆怀川，这是他爸。爸爸。我妈的脸上神色变得复杂起来，随即又立马换上笑脸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看看我这老花眼，看错了呀，亲家，你别介意，快里面请，外面冷。我妈一边把陆景生往里面拉，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。我说这22岁怎么长得挺着急的？好。陆景生在原地愣了好几秒，最后只说了一个字：好什么好啊？我心里暗暗叫苦，先把陆景生安排在包间，然后把我妈拽了出去。他不是你亲家，我和陆怀川分手了。我解释道。分手了，你和他爹在一起了？我妈瞪大了眼睛。没有，不是。我无奈地解释着，他现在跟我实习的公司有项目合作，
我老板在外面接电话，总之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他们的员工，你就别跟我添乱了。什么关系都没有？你穿他的外套？我妈又问道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你考验你妈眼力呢？我一时语塞。我妈又问，他儿子甩了你？为什么？性格不合呗。谈了3年，一直性格合，临近毕业了就性格不合了。我妈疑惑地看着我，你妈我是过来人，我还不知道一般毕业分手就是家里人反对，开始给他物色门当户对的了。但都过去了。过去什么过去？过不去。他们家是有钱，但是恋爱3年，妈妈知道你心气傲，没怎么花他的钱。你妈啊，给他做了好几次冷吃兔，让你给他带过去。他们家凭什么狗眼看人低？我妈气愤地说道。我心里暖暖的，我妈果然是最了解我的人。放心，妈，我给你安排几道好菜。我妈坚定地说道。嘿呀，这事儿可真是够热闹的呢。半小时后，咱老板那眼泪鼻涕跟不要钱似的，一个劲儿的流，冲那老板娘嚷嚷：你们今天这厨子是不是吃炸药了？这辣椒辣的都能把人给辣飞喽！咱老妈呢，就跟没事人似的站在旁边，面不改色地说：这辣椒要是不辣，那不得叫甜椒了。陆总，你说是不是呀？和咱老板的暴躁一比，陆景生那淡定样简直能把人给气死。老妈又问陆总，陆总觉得这味道咋样呀？陆总回了句还不错。嘿，老板不乐意了，给他加了别的菜，说那你尝尝这个，我怀疑这厨子盐罐子打翻了，都快把我咸死了。咱老妈依旧面不改色，说我们这边菜就是这么重口味，你们吃不惯罢了。陆总你说呢？陆总夹起来吃了一口，点头道挺好吃的。老板瞪大眼珠子，挺好吃的。陆景生，你这是中邪了还是味觉失灵了？陆总看了他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，安静点，别跟个猴子似的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老妈在那10分钟都震惊了，本想整整陆景生，结果发现自己的招数都跟打在棉花上一样，没啥用，只好骂骂咧咧地出去了。等我上完厕所洗手，嘿呦，居然看到陆景生在厕所吐呢。老板调侃他，你在装啥呢？你不是最不能吃辣的吗？后来回去的路上就剩我和陆景生了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他，你不能吃辣，咋不早点说啊？你肯定难受坏了。陆景生笑着说，以后也可以试试吗？我翻个白眼，是个屁。陆景生赶紧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我妈可能有些误会。我追问，误会啥呀？想了半天，我还是决定把心里的结说出来。我妈觉得我和陆怀川分手是因为你嫌弃我们家穷。陆景生毫不回避地看着我说，理论上阶级确实是个问题，你们因为阶级不同会产生很多矛盾，这些矛盾时间长了会放大，婚姻幸福的几率确实很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那个气啊，他怎么能这么轻松地承认呢？真把我可怜的自尊心给刺痛了。我大喊一声，我要下车。此时正处在高架桥上呢，陆景生也跟着喊，那我也要下车。他叹了口气说，别闹了。我伸手就去拉车门，司机师傅赶紧说，不行呀，你俩待在一个空间，我这开车都不安心。陆景生连忙让司机留出靠边停车，车一停我就下去了，走在人行道上，后面有车呢，他们的车可不敢停在那，不然得堵车。陆景生也下车跟着我，他跟着我坐公交转地铁，最后把我送回出租屋，还在下面站着不走。佳佳在阳台看到这一幕，感叹道，什么情况呀？霸总又送你回家，还在下面抽烟，这是要上演霸道总裁爱上我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别理他。佳佳还开玩笑，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？霸总站在下面抽烟，抽完就上来把小娇妻摁在床上。我都快无语了，我嘟囔着，要不然我今晚出去住，给你们腾房呗。我把今天的事跟佳佳说了，佳佳也觉得陆景生过分。他说，瑶瑶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很多有钱人谈恋爱归谈恋爱，结婚还得找父母介绍的呢。我扯扯嘴角，有钱就有钱呗，我们普通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得了。佳佳盯着我，瑶瑶，你这么在意，不会真爱上他爸了吧？我吓出一身冷汗，哎，怎么可能呢？佳佳撇撇嘴，但你俩现在的状态特别像情侣闹别扭，谁家领导生气了还跟着你坐公交转地铁回家，还让你去人事部结算呢？我无奈地说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烦死了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我把陆景生的备注改成了陆总，得跟他们有钱人划清界限了。陆怀川最近和他女朋友分手了，跟疯了一样找我复合。他质问我，所以那个男人是谁？你再跟我还没分手就跟别的男人睡一起了，你把我跟那个男人比，觉得我不行，你要气死我，你必须跟我复合，让我见到那个男的我非得杀了他。我冷笑一声，你最好见到了就杀了他。对了，我妈也疯了，微信一下子给我推了10个男人，还说什么治疗失恋鸡汤没用，还得男人，这些都是她精心挑选的相亲对象，不够还能再找。说实话，最近被陆怀川烦死了，我居然真想去相亲了。于是我给其中一个发了微信，聊得太嗨，晚上都把给陆景生转钱的事给忘了。凌晨1点，陆景生微信来了，睡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赶紧给他转了5000块过去，然后回了句睡了。次日，我那老板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说是谈工作。可中途我忍不住问老板，你和陆总关系很好啊？我好奇地问，那当然好了。老板笑着说，你都不知道，从小到大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严格自律，干啥都是第一，
甚至自律到不近女色，找不到任何软肋，这样的人多恐怖啊！老板感慨道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不近女色，陆总不是有个儿子吗？老板白了我一眼，又不是亲生的，是他高中去乡下夏令营带回来的。那孩子父母在地震中去世了，所以他一直很宠那孩子。老板解释道。你不会以为你前男友是陆总亲生的吧？陆景生今年才32岁，怎么可能生得出22岁的儿子？老板调侃道。我这脑子咋不好使呢？啊，他今年32岁。我惊讶地问道。你以为他多少？老板反问道。40岁。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个小姑娘一句喜欢白房子，陆景生在圈子里到处找新的，二手的都不要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个白房子屁大点的小包要100多万呢。老板夸张地说道。啊，不是吧？陆景生真去买了？我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就随口说说，你别当真。老板摆摆手。陆景生孤傲一世，这回算是彻底栽了。老板感慨道。小夭夭，你跟陆总走得近，你说那个女孩是谁啊？好想见见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老板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我狠狠地盯着他，没说话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在听老板说陆景生对我有点想法的时候，我的心却石动了一下。自从知道他对我有想法后，我的心态就完全变了。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他以前的一些小细节，是不是因为他喜欢我，然后我的心就会疯狂地跳动。看到他跟其他女生接触稍微近一点，我都会心里不舒服。他要是看我一眼，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到不行。我怎么能喜欢上前男友的爹呢？这让我无力崩溃。为了让自己回到正轨，相亲男约我去看电影，我竟然没有拒绝。下班的时候，我精心化了个妆，正准备打车，可倒霉的是，老板的车竟然停在门前。去哪呀？我送你。老板热情地说道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我连忙拒绝，因为我看到陆景生也坐在车里。打车多贵啊，坐陆总的车，不坐白不坐。老板不依不饶。陆景生也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上车吧，太晚了，女生一个人不安全。陆景生终于开口说道。老板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催我，再加上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看看是不是真的会因为他而心跳加速。结果一上车，我的心跳的厉害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见我上来，陆景生默默地把一个靠枕放在我这边，然后继续拿着平板处理工作。去哪呀？老板问道。电影院。我轻声回答。电影院？这么晚了，和男的？老板惊讶地看着我。我看了陆景生一眼，他的手依然停在平板上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点点头。陆景生滑动平板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动作。小瑶瑶，作为你老板，可得提醒你，这么晚了看电影，跟男生一起很不安全哦。当然，如果是男女朋友，当我没说。老板语重心长地说道。我沉默不语。还不是，只是相亲对象。我无奈地解释道。刚说完，老板就 Q 陆景生。喂，陆景生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老板一脸期待地看着陆景生。你情我愿，有什么好说的？陆景生冷哼一声，又继续专注于平板上的工作。好一个你情我愿！我在心里默默吐槽，在他们这些人眼里，睡一觉好像根本不算什么事儿。车子很快就到店，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我出去和相亲对象碰面。他已经买好了奶茶和爆米花，我们一起走进了电影院。因为平时没怎么聊天，看电影的时候我显得有些拘谨。然而就在电影看到一半，电影里的男女主接吻的时候，相亲对象突然凑近想亲你。我吓了一跳。他轻声说道。我们根本不熟啊。我尴尬地躲开了他的靠近，可他却不依不饶，又强行凑过来吻我。我吓坏了，连忙说道。我去一下厕所。然后落荒而逃。刚走出影厅，就看到了一个人。看完了，是陆景生。我被他吓了一跳，心脏猛地跳动起来。他缓缓开口。走吧，看完了我送你回家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心中满是疑惑。我还没来得及理清思绪，相亲对象就冲了出来。他狠狠地盯着我和陆景生，眼中满是受伤和愤怒。难怪不给我亲，说什么慢慢来，原来外面还有一个男人呢。我连忙辩解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是我领导。领导？现在女员工跟领导搞一起的还少吗？相亲对象的话语愈发难听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陆景生的拳头就狠狠地砸了上去。还敢打我？看我不曝光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相亲对象嘴巴依旧不饶人。还是打轻了。陆景生脱掉西装外套，将我安抚到另一边，然后又狠狠地揍了过去。我从未见过陆景生如此生气的模样。他平日里遇到任何事情都是那么淡定从容，可今天却仿佛要将这个人置于死地。陆景生，你别打了。我心中充满了担忧。他毕竟是公司的老总，如果被人拍下视频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旦发酵，我也将难以脱身。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陆景生看到我哭了，终于停手了。好了，别哭，我不打了。陆景生轻声安抚着我。就在这时，相亲男到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3个人坐在了执法机构里。相亲男被定了名誉损害和敲诈罪，赔偿事务需要和我的法务谈，并且不接受私下谅解。
他本来想敲诈陆景生一笔，结果却被陆景生录了音。50万的敲诈勒索足以让他判10年。相亲男此刻鼻青脸肿，跪在地上哭得一塌糊涂。瑶瑶，你看我们前几天聊得挺好的，你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，求求你，你们前几天还聊了。陆景生的脸色更加难看。没聊，都是我骚扰他。相亲男连忙改口，错了，哥，我错了。相亲男摸出手机递给陆景生，聊天记录都在这，你看看。陆景生接过手机，瞟了一眼聊天记录，神色难辨，最后从他的好友列表中把我删了。我思来想去，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毕竟相亲的对象多半父母都和我妈认识。陆总，我吞吞吐吐了半天，还是没说出想说的话，想替他求情。陆景生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。他父母可能跟我妈也认识，这样有点太……我轻声说道。陆景生没有说话，最后出具了谅解书，但前提是相亲男要找到所有现场拍视频的人，并让他们删除视频。处理事情接近尾声，我老板赶来了。陆景生，你不是去送别人白房子，怎么送到执法人员局来了？老板进来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看到旁边的相亲男，踹了他一脚。你还敢亲？你胆子也是大，让你亲！我尴尬地站在一旁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剩下的事情都是我老板在处理。老板不停地说着，陆景生，你们这……相亲男又开始叫了起来。执法人员，你看他2牵手了，我就说他2有一腿吧。老板又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兄弟，几条命啊，你还敢惹他？牵个手你就要报警？你爸妈亲嘴，你怎么不报警？陆景生根本没有理会，依旧拉着我出去了。车子送我回家的路上，去了车店。车子停在我家下，他送我走到电梯口。那我先走了，今天谢谢你。我轻声说道。电梯到达的那一刻，他突然一把将我拉到了楼道间，用身体将我紧紧压在墙上，低下头，用双手捧起我的脸，然后就开始亲吻我。我感觉到他温热的气息猛地贴了过来，我的心跳快的仿佛要跳出嗓子眼。他先是试探性的浅浅亲吻我的嘴唇，感觉到我因为呼吸而微微张开的嘴，便顺势将湿滑的舌尖探了进来，接着又发疯似的撩弄着我的舌尖，舔舐着我的口腔。我刚想挣扎，他却含住了我的舌尖，那感觉让我整个人都变得软绵绵的，只能勉强依靠着他站着。亲到我呼吸不过来，他才终于放开我，低下头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还敢不敢跟别人亲？他问道。我此刻大脑一片混乱，只能虚弱的回答，不敢了。他看了一眼我红彤彤的脸，又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抱了一会儿。好了，我送你上去。哦，我有些恍惚的应道。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又牵着我往外走。等下，我去车里拿个东西。我就像个被他牵着的人偶，机械地跟在他身后。走到车边，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。你拿上去。什么东西？我满脸疑惑。你要的白房子，被你气得差点忘了。他淡淡的说道。我接过盒子，心中满是震惊，第一反应就是100多万这么轻啊？不是，100多万他说送就送啊。我连忙摆手，我还是不要了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不敢喜欢。我苦笑着，这100多万，我进去的做20年。他思考了一会，随即从口袋里掏出笔，又从便签上撕下一张纸，快速写下几个字：自愿赠与李瑶瑶、陆景生，2025年1月31。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法律上来说，这个包就是你的，你不会坐牢。他笑着说道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感动。谢谢你啊，懂法的霸道总裁。他牵着我回到出租屋门口，我刚要开门，他又一把将我拉到楼道间。先别进去，再亲一下。于是我又被他摁在门口，疯狂亲吻了半小时。楼道间的灯光忽明忽暗，仿佛在和我们一起嬉戏，而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孩子，一直不肯放过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佳佳打来的。瑶瑶，我男朋友刚才还想留我在他那过夜，我说你一个人害怕就要回来了，我对你好吧？佳佳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道。陆景生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，他愣了一秒，凑过来亲吻我的耳朵，跟他说你今晚不回家，让他不用回来。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可不知为何，我就像被他施了魔法一样，鬼使神差地说道。我今晚去我妈那了，你不用回来的。真的吗？佳佳似乎有些不敢相信。真的。我轻声回答。挂了电话，我刚打开门，陆景生就一把将我抱了起来。你的房间是哪个？我羞得满脸通红，把脸埋在他怀里，指了指最里面那一间。他看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一边亲吻着我，一边抱着我往房间走去。在床上，他亲吻得愈发激烈，手也开始不规矩地在我身上游走。他的动作变得更加大胆而热烈，让我有些招架不住。这么快就黏黏糊糊的？我有些羞涩地说道。我以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可谁知道这才刚刚开始。为什么要去相亲？他突然问道。我妈安排的。我无奈地回答。为什么要跟我儿子纠缠不清？他继续问道。你儿子纠缠我的。我有些委屈地说道。为什么在公司躲着我？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受伤。我以为你讨厌我。我小声说道。不讨厌，
喜欢，很喜欢。他的声音变得温柔而坚定。够了，我有些生气地说道。叔叔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但更喜欢了。他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你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卧室的灯光在晃动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只有佳佳曾经说过的那3个字：永动机。翌日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打开门，陆景生的助理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蛋糕。我知道，这肯定又是陆景生的安排。他总是默默地为我做很多事，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。吃蛋糕的时候，陆景生盯着我，直到我吃到一个硬东西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好像是戒指。陆景生看着我笑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更加疑惑了。蛋糕店老板掉里面的吧？看起来挺值钱，要不然你拿去卖了，或者我给你戴上好了。陆景生调侃道。戴上。陆景生笑着拿出一束玫瑰花，单膝跪地。戒指我买的，花也是。我想照顾你一辈子，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？说不感动那是假的，他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他很有钱，但从不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关系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带着我进步。他尊重我，也尊重我的家人，我没有理由拒绝他。我愿意。他声音哽咽地说道。我爱你，李瑶瑶。我也是。他眼中满是深情。日落的那一刻，我们在星星的见证下拥吻，最后依偎在一起，仿佛这就是一辈子。番外男主视角。一朋友问我陆怀川谈恋爱了，我这个当爹的为什么不干涉？我只是微微一笑。干涉什么？只是谈恋爱又不会结婚。听说他们谈了3年，挺长的时间呢。这大概是陆怀川从小到大坚持最久的一件事了。朋友又说那女孩家庭条件不太好。我心里默默想着，都快毕业了，要是毕业后他们同居，我这32岁过年说不定就能抱上孙子了。虽然只是句玩笑话，但却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。谈恋爱确实没什么，可要是真有了孩子，那可就是大事了。我找了陆怀川，提醒他，听说那女孩家庭条件不好，向下兼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他思考了一会儿，问我，爸，你不喜欢她？我有些无奈，面都没见过，谈什么喜不喜欢？谈不上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她？因为她家庭条件。他追问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家庭条件的确是个问题。陆怀川却自告奋勇，爸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和那个女孩能走到一起。证明的方式是他到公司实习1个月，让我看到他的成绩，如果做得好，就让我答应他跟那个女孩在一起。我劝他，1个月其实入门都难，更别说什么成绩了，可以试试3个月。他却很坚定，不，我就要用1个月。结果1个月的时间，他不是迟到早退，就是跟领导顶嘴，什么事都不想做，最后干了不到半个月就放弃了，跑来我办公室，一脸悲愤，爸，我认输了，别再逼我了，我答应你和他分手。我有些无奈，朋友也劝我，别把他逼得太紧了，现在是自由恋爱。听得多了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对他过于严苛了。结果分手没2天，他却兴致勃勃地跑来跟我说他又谈了。爸，你要的是门当户对，这次我让你满意了吧？我心里却谈不上满意，我竟然从未见过陆怀川的那个前女友。朋友见状便开玩笑道，他就那么水灵灵的跟前面那个女孩分了。陆景生，你棒打鸳鸯也不怕遭天谴。我却毫不在意，嗤笑道，笑话，像我们这种商人，尔虞我诈，利益为先，天谴算什么？然而没多久，我的天谴便降临了，我不幸感染了流感，病情还颇为严重，病来如山倒，在家躺了好几天。本以为这就是我应得的惩罚，却没想到我还是小看了老天爷的手段。病刚好后，我便去参加应酬。对方是个极为难缠的人，在酒桌上周旋了一整晚，合同却仍未谈妥，对方竟要求再降3个点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回到家后，我感觉头晕、胸闷、全身发烫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人下了药。我连忙拨打助理和司机的电话，却发现都占线。我强撑着身体，想要出门去医院，可一拉开门，一个女孩却突然闯进我的怀里。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？我还不够漂亮吗？她醉醺醺地说着。我这才从上到下打量起她来。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白 T 恤配着短裤，衣服太长，仿佛没穿裤子一般，下面还穿着一条白色丝袜，带着一条猫尾巴。我一定是被药迷晕了头，才会觉得如此俗气的打扮竟透着一丝诱人的气息。女孩醉意朦胧，行为主动，我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，肯定是合作方硬塞过来的。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不少次，都被我严词拒绝了。可他们竟然开始使用下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实在是让我气愤。但不可否认，这次送来的女人确实很合我的口味。她长得那么纯真，行为却如此主动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她小嘴喋喋不休，我却根本听不进去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她那小巧的嘴唇。药效越来越强烈，她还一个劲的往我怀里靠。在最难以把持的时候，我问她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她笑着回答，知道。看来果然是合作方安排的。我不再拒绝，亲吻着她，开始脱去她的衣服。在进入她之前，我问她是否是第一次，她却回答不是。药效难控，我没有给她丝毫喘息的机会，搬过她的身子，与她融为一体。女孩哭得很凄惨，这让我有些懵。
我连忙哄着他说马上就好，可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自己。结束的那几秒，我躺在床上，脑海中却想着其实让不了3个点，2个点也可以谈合作。毕竟女孩把枕头都哭湿了，那副惨兮兮的模样让我更想欺负她第2次。于是我又一次放纵了自己，她也逐渐适应了，开始回应我。在荷尔蒙上头的那一刻，我甚至觉得那3个点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事后这只小猫似乎上瘾了，还一直缠着我。它主动地坐到我身上，没过几分钟便结束了今晚的第3次。它满足地离开后，我却几乎没睡着。它睡得很香，在我怀里，我开始思考前前后后的经历，大概猜到它就是陆怀川前一阵甩了的前女友，这或许就是我的报应吧。好一个子债父偿，难道真要把自己赔给他？看着他那可怜的模样，我又觉得于心不忍。我陆景生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。天都亮了，我才浅浅的入睡，可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陆怀川打来的。他接起电话，竟然还想着和陆怀川复合。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怒火，他俩要是复合了，那我昨晚的3次算什么？现在的年轻女孩都这么开放吗？躺在前男友的爹身上，还打电话哭着找前男友复合。我强忍着心中的不悦，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他说那些话的意思显然就是不想负责。他不想要我负责，我本该高兴才对，可在穿皮带的时候却莫名的感到失落。后来陆怀川赶回家了，说不会再和女孩复合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，她叫李瑶瑶吗？名字果然和她一样很普通。看着她凄惨的跑出去，腿都在发抖，我心中不免有些不忍，但又觉得陆怀川不复合是对的，只是具体哪里对我也说不清楚。收拾房间时，我发现了他留下的猫尾巴，想起那条尾巴在我身下摇晃求饶的样子，我的心还是会猛地一动，心中满是烦躁。我觉得昨晚把他欺负得太狠了，应该给他一些补偿，给他10万吧。他还是个学生，应该够了。我让助理往他卡里打了10万，然后把猫尾巴和银行卡让陆怀川带过去。陆怀川走后，我问助理10万能否买个包，他说买爱马仕的话不够。我对包包首饰一窍不通，10万不能买个包，这让我觉得自己有些小气了。万一他就喜欢爱马仕呢？于是我又让助理往卡里打了10万，一共20万。我满心期待着他会高兴的来找我，毕竟钓上一个有钱男人，谁会轻易放过呢？可结果他却没有任何音讯，2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。看来还是给少了，现在的大学生也太贪了吧。要查到他的信息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我让助理去查了他，发现他在我朋友的公司实习，反正朋友之前一直求着我过去谈项目，那我就抽空去一趟吧。我顺便去看看这贪财好色的人到底想干什么，心中满是疑惑。当我见到他时，他竟然倒了杯咖啡，结果不小心倒在我的裤子上。他老板骂他骂的没错，他确实笨手笨脚的。看着他写检讨书的可爱模样，我的心中涌起一丝异样。我根本不想听他检讨，只想看看他的手有没有烫到，他却把手往后藏了起来。哎，他还是个小孩子啊，我不应该跟他计较。他一直没来找我，我猜他应该是被老板压榨的厉害，每天都像个受气包，不敢发作。于那晚在我身上叫嚣着子债父偿的他，完全判若两人，真是又可怜又可气。朋友说我看上他家实习生了，我连忙否认，顶多算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罢了。又是好多天没有他的消息，其实是我去国外出差了。以前去国外出差就像回家一样，现在却格外想念家的温暖。谈的都是那些项目，我想合作的项目从来没有不成功的。1年365天连轴转，钱没少挣，却莫名感到烦躁，却又说不出具体是哪里烦。朋友说我是缺女人了，确实，我前面32年虽然有过女人，但都没长久。我是个冷静理智的人，不会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工作，一旦感觉累了或利益相关，就干脆不谈，到后面甚至懒得谈。说起缺女人，上一次就是因为空窗太久，才会在那晚失去控制。听陆怀川说，那天李瑶瑶还去了医院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是不是把她欺负得太狠了。仔细回想，那晚我确实有些束手无策，她一直喊痛，却不肯说具体哪里痛。最近的烦躁在接到朋友电话的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朋友说那个实习生想我了，我正在新加坡开会，开到一半突然觉得这个会没什么意思，绕来绕去都不到重点，干脆订了机票。一回去我却一直在想他下班没有，结果谈了好久，朋友才告诉我他没走，还在等我，想请我吃饭。吃饭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偷看我，我心中暗笑，他果然还是个小孩子，什么事都写在脸上，却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大概是想赖上我吧，可又脸皮薄，不敢主动来找我。我又喝多了，看到他出去就鬼使神差的跟着去了。他上厕所上了半天，我在外面等了他10分钟。这10分钟里我想得很清楚，她是我儿子的前女友，我和他不可能有什么结果，我要跟他讲清楚，让他死心。可他一出来就又撞进我怀里，他软软的，仿佛一只毛茸茸的小兔子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语气却还是凶凶的。
问他找我干什么，结果他把银行卡还给我，说不要我的钱，还亲了我一下就跑了。我被他这突然的举动惊到了，我好像中邪了一样，想狠狠地摁着他亲。我问朋友女孩喜欢什么，朋友说她喜欢钱，还说她不要我的钱是因为给少了。给少了吗？我似乎有些明白了。送他回寝室时碰到陆怀川和他现女友，他又被欺负了。陆怀川那个臭小子竟然说他爸爸离婚时不要他，把他气哭了。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心疼，脑海中竟然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，他也可以叫我爸爸。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把他送到寝室楼下，不知道该怎么哄他。当我掏出在超市买烟时顺便买的棒棒糖时，我自己都惊呆了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了哄女孩买棒棒糖，虽然有点幼稚，但我觉得她可能会喜欢。我真的很想对她负责，之前觉得她是我儿子的前女友，我不能接受。现在想通了，陆怀川只是我的养子，他都18岁了，我可以解除监护人关系。他应该被我保护，不应该被所有人欺负，特别是陆怀川那个逆子。他被我欺负就行了。我陆景生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因为投资了我朋友的公司，我才来看看他。可他好像不想见我，又跟陆怀川闹矛盾了。两人明明已经分手了，怎么还纠缠不清，真让我心烦。有人劝他喝酒，我帮他挡了。我太了解他喝醉后的样子了，可不敢让他再喝。他最近一直躲着我，我喝的有点多了，就让他出去给我买解酒药。看到那些人找他说话，我就忍不住生气。他要25块，我给他打了250万，这次应该够了吧？我以为他出去就不会回来了，可他还是回来了。结果他真的回来了，还把喝得醉醺醺的我送去了医院。他就那么执着地守在病床边一整夜，那专注的样子着实可爱极了。他熬不住了，头歪在我的手上，渐渐睡去，那模样更是让我心动不已，很想亲他一口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半夜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偷偷亲了他一下，他毫无察觉，只是哼哼2声，越发显得可爱。早上醒来，那个逆子竟然来了，最近看到他我就满心烦躁，只能无奈的浅浅扣了他1个月的零花钱作为惩罚。之后我们加上了微信，他带我去了他妈妈开的饭店。他妈妈似乎察觉到了我和他的关系，这让我有些紧张，不知道该如何让他妈妈喜欢我。该死，他妈妈竟然让他去相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差点气到把合同都撕了，搞不懂现在的女孩到底在想什么。之前明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要去相亲了？我有些崩溃。我问朋友该怎么追女孩子，朋友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我。我浅浅地问了他一句喜欢什么包，他竟然说喜欢白房子。我立刻让人去找，可找起来并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手未开封的白房子，准备拿去送给他，结果他又跑去相亲了。我真的是又气又无奈。作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，我不能在现场闹事，只能一直在电影院外面等着他。他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，原来那个相亲男竟然敢亲他，还说了那么难听的话。我长久以来积压的怨气瞬间爆发，直接把那个相亲男送去了执法机构。我不愿意出具谅解书，我只想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他竟敢想占有他。后来他说他妈妈和相亲男的父母认识，以后关系不好处理。我冷静了下来，毕竟他妈妈本来就不太喜欢我，不能再因为这件事让情况更糟。我忍了下来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亲了他。我承认我今天是吃醋了，特别吃醋。吃醋的时候真的很想发疯，但我还是让自己保持了冷静，一直到冷静到一个临界值。我只想疯狂地占有他，让他永远只待在我身边。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意，说喜欢我，我也告诉他我也是。我比他更早地认清了自己的感情，幸好他也认清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要吃醋到什么时候。没有名分的吃醋真的很难受，只能一直忍着。我去了他的出租屋，后面的事情有些不受控制的发生了。离谱的是她的闺蜜和男朋友就在隔壁，我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结束。我担心她会因为这个嫌弃我老，毕竟我比她大10岁。现在的小孩心思太难猜了，为了不让她嫌弃我，我已经想好对策，准备收买她的闺蜜和男朋友。最后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真的会不自觉地为他考虑，对他好，会去调查所有的事情，会想帮他解决一切麻烦，会想尊重他，又叫他让他进步。虽然他好像对学习不太感兴趣，但没关系，商场太过凶险，有我在就行。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会一直宠着他。